冯绍峰陪儿子运动会，5岁小帅哥竟然长成男版赵丽颖。5月11日，有媒体曝光了冯绍峰陪儿子参加亲子运动会的有爱画面。冯绍峰婚前经常拍一部剧就换个女朋友，但是当爸爸后，即便是已经离婚，也没再有花边新闻。日常生活不是在拍戏，就是在带孩子，连天天跟拍的狗仔都大赞冯绍峰是一个好爸爸。当日，父子俩都身穿白色的 T 恤，冯绍峰还戴了黑色的棒球帽和口罩，所以并没有被周围的家长认出。今年5岁的想想身高已经超出了冯绍峰的腰间位置，长势喜人。想想似乎视力不太好，平时就经常被拍到戴着眼镜，这次也是戴着墨镜。虽然看不到孩子的双眼，正脸也显得非常模糊，但是依然能从轮廓中看出赵丽颖的影子。想想拥有妈妈同款圆脸和樱桃小嘴，就连神态都相似度极高，看来赵丽颖的基因完胜。其实想想不管长得像爸爸还是妈妈，颜值一定都不会低。参加活动期间，冯绍峰全程都围着孩子转，寸步不离。看到儿子想玩水杯，冯绍峰就帮他打开，结果一打开，想想转头就走了。想想拿着自己的金牌研究起来，冯绍峰也弯腰陪他一起看。想想累了，冯绍峰就单膝跪的，让儿子坐在自己的腿上，充当椅子。这个细节让不少网友直呼感动。冯绍峰照顾儿子这方面确实周到的没话说。最后父子俩一起离开去车上，冯绍峰也是全程都拽着儿子，生怕想想出一点差池。身边同行的还有一位女性，不知是不是助理，总之不是赵丽颖。如果冯绍峰和赵丽颖还没离婚的话，或许会一起来参加活动吧。娱乐圈很多外界不看好的婚姻，最后都是以离婚收场，比如章子怡和汪峰，又比如冯绍峰和赵丽颖。因为在外界看来，冯绍峰比较花心，而赵丽颖给人的感觉就是个乖乖女，两人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虽然如大家所愿，冯绍峰和赵丽颖最后分道扬镳，但是听到他们离婚的消息之后，仍有不少路人不禁为二人感到惋惜。离婚后，孩子主要跟着冯绍峰生活，赵丽颖也会抽空单独陪伴儿子。曾经就有狗仔拍到过赵丽颖打卡迪士尼，但想想疑似发脾气，不让赵丽颖牵手。赵丽颖也被拍到过牵着儿子玩耍，天黑后将孩子送回到了冯绍峰的住处。赵丽颖自己也晒出过和儿子的合影，互动相当有爱。去年6月，赵丽颖还被拍到和冯绍峰一起带娃聚餐，两人为了孩子和睦相处，维持体面，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理性。最后3人还一起上了同一辆车，让网友不禁猜测是不是有复婚的希望。但快过去1年的时间，两人也没再被拍到过同框，看来复合是不可能了。虽然想想没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，但是父母给到他的爱丝毫没有减少半分，而且冯绍峰和赵丽颖都是红极一时的明星，曾被扒出资产数以亿计，所以想想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是一件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事情。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儿子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总是引发了热议，不仅因为他们是明星夫妻，更因为他们的儿子无比可爱。近日，冯绍峰陪着儿子参加了亲子运动会，这一场景不仅温馨感人，更让人感叹时光飞逝。5岁的小男孩不仅长得俊朗可爱，更被不少网友赞为男版赵丽颖。这样的评价既是对他父母的认可，也展现了他自身的魅力。从外表上看，的确有着赵丽颖妈妈的特点，但相信他会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成就。对于冯绍峰和赵丽颖来说，陪伴儿子成长是一种幸福和责任。他们不仅是优秀的演员，更是称职的父母。赵丽颖独家金句点燃人心，你听过了吗？不得不说，你们的颖宝可真的是宝。你看他戏演得好，还有头脑，或者说他演的戏都是有思想的。话不多说，
这里就分享一些他作为剧中人说过的话，可以说句句都是人间清醒。你不要抬杠说那些话都是剧中写好的台词，不能算他说的，其实是谁说的并不重要，关键是那些话里的精气神，正是赵丽颖所拥有的。一，作为女孩子，你的生活不应该只有爱情，还应该有你的梦想和追求。这句话是《风吹半夏》里许半夏说的。许半夏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女性形象，她精明、大胆，对金钱有着极强的渴望，但并非无原则的追求。她坚持自己的梦想，不仅限于爱情的世界。正如上面的话所说，许半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。在商场的竞争中，她不仅展现出敏锐的直觉和出色的交际能力，还坚守自己的底线，凭借毅力和智慧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她的人生态度正是对不仅有爱情，还有梦想和追求的最好写照，激励着更多女性追求独立与自主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二，靠别人没有谁远的饭票，只有靠自己。这句话也是《风吹半夏》里的许半夏说的。在剧中，许半夏始终做到不依赖他人，而是凭借自己的生意头脑、毅力和决心，在商业世界中闯出一片天。他敢于冒险，善于捕捉商机，不仅精通账本，还能巧妙地利用人际关系，借钱时能大显神通。许半夏的成功正是他坚信并践行靠自己这一信条的最好证明。梦想只有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。三，既入穷巷，就该及时掉头，不可等一世消磨，悔之晚矣。这句话是《知否》里的盛明兰说的。人生如同行走于巷陌之间，有时会遇到狭窄、阴暗的穷巷，此时若不及时回头，只怕会在这条没有出路的巷子里消磨一生，最终悔恨不已。在剧中，盛明兰的形象是自立、自强且真诚的。她不仅处事沉着果断，而且始终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但同时她的善良并非无原则，而是带有锋芒。她懂得如何保护自己，如何与人真诚相待又不失底线。当遇到困境时，她不是被动等待，而是主动寻求出路。这种精神与既入穷巷，及时掉头的理念不谋而合。这也体现了盛明兰的一种坚定信念：人生的美好会在未来等待我们，无论处境有何不好，都不应沉溺其中，而是要勇敢面对未来，坚定地向前走。四，与人相守，最终依靠的还是那最低处，看看最低处的那儿，能不能忍得下去。最低处是品行的最低处，这也是《知否》里的盛明兰说的。这就体现他的底线思维了。与人相守看的是品行的最低处。在长久的相处中，一个人的优点固然吸引人，但决定关系能否持久的是对方在最艰难、最不堪时表现出的品性。这不仅仅是对伴侣的选择标准，更是他自身处世哲学的体现。盛明兰向来坚韧和智慧，她总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保持冷静和理智，这正是她品性中的最低处。她也看到顾廷烨的最低处，那是侠义和善良，这也是她赢得尊重和爱情的关键。五，年轻人前程似锦，老年人享受生活。我还那么年轻，你说让我现在就过老年人的生活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？这是幸福到万家的何幸福说的。作为家中的长女，何幸福在父亲早逝后扛起了家庭的重担，她的坚强和主见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。她明白年轻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和前途，因此不甘于过平淡无奇、一成不变的生活。何幸福对婚姻的选择也体现了她的现实考量，但她并未因此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她选择了王庆来，虽然是看中了他的老实可靠和家境殷实，但同时也寄托了他对未来生活的期望。他希望通过共同努力，与王庆来一起创造出更好的生活。面对困难和挑战，他总是勇往直前，努力解决问题。他对老人尊重，对有文化的人尊重，对欺负人的恶霸有勇气抗争。
这正是一种年轻的精气神，让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他自己的风格吧。以上的金句，尽管都是赵丽颖演绎的人物说的，但其实也正是赵丽颖自身的形象。当你读了这些金句，恐怕也是想不清醒都难吧。赵丽颖在角色中的表现总是让人印象深刻，她的每一句金句都如同人间清醒。尽管这些金句是由她饰演的角色说出，但在观众心中，他们已经成为了对生活的启示和激励。赵丽颖的表演让人感受到了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专业素养，她的每一个细节都散发着真挚和力量。她的金句不仅是台词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人生的智慧。无论是在《楚乔传》中的斗智斗勇，还是在其他作品中的情感表达，赵丽颖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深厚的内涵。她的金句不仅带给了观众欢乐和感动，更是对生活的一种启示和思考。因此，每一句赵丽颖的金句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反思。她们不仅是角色的表达，更是演员对生活的理解和诠释。你还听过她说过的其他金句吗？留言讨论吧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